们今天继续来录这个检查。那我们上一集有一个作业是一个测试啊，一个测试。然后上一集其实没有提到，就是其实有虽然是实作最大最小的这个功能，对吧？的这个功能，然后实作完了，可是我们domain没有测试。然后最大最小这件事情啊，它也不只存在 Unity 啊，就是你 Excel 的时候，企划在编辑的时候也会遇到，那也会有一些名称能不能非法。能不能空白、非法名称或者重复的问题，在 Excel 也会有，或者是任何工具其实都有这样子要考量的地方。那数值的话，有可能就是非法数值，就是你要去定义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不一定零是合法或是非法，这就看不同的数值在不同的 domain 里面，它到底是怎么样被定义的。那我们几乎都使用 Unity 去完成我们的编辑器跟功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Unity 里面写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定上下限这边少一个字。那如果要一一检查或是 runtime 错误才找 bug， 这样子就很浪费时间嘛，所以我们不如一开始定一下这个上下限，还有相关的规则。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写测试嘛，因为我们就不用每个去测了。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要前面有档，那后面的错误就会少。那会很常有 bug， 就是因为前面没档，然后后面也没想到，那就爆了。可是如果你输入数值的时候，因为如果一旦数值输入错误那你后面你可能要做的处理就多了，对吧？每个地方都要做处理，就为了上下限。那不如在定义资料的时候，我们不会出现这个错误就好。对，我们上一集是把上下限定义在 code 里面，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不能调整上下限。可是我编辑完，我起码能够确保说这个数值它是介于这个上下限之间的。那我自然就不太会出现我无法预期的情况。这个也是写 Unity 很多年之后，我觉得发现的这个好处啦，就是至少我们在编辑器里面能够去做一个手段。所以写编辑器，我认为是写 Unity 必备的，因为有些规则是你自己才知道，或者设计人才知道，而且每一款游戏还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可能拿一些插件然后它没有限制，对吧？那就变成说设计人要特别去防止。如果今天编辑这个数值的人不是我，是有企划去编辑，那他怎么知道？那他如果输入错误的话，我们检查起来也麻烦。如果没有检查器，那变成一一要检查，然后你的游戏有非常多的数值。那检查不完，然后 debug 也 debug 不完，所以不如一开始就定义好。OK， 这是想先提到的。然后本集作业的话，就是说我们完成测试嘛，然后我们会去设定这个角色数值，然后去限制最终数值的最大最小值。OK， 这个测试。缩小一下。好，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写一个这个，然后我们把一个 no 对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说，可以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做，对吧？我们要怎么去做？假设我们先完成这个 move speed 好了 ，move speed。那我们之前的这个 static 嘛，有一个state min max 的 value， 那我们 move speed 是限制在1到30之间，因为我说过我不想让它为0，对啊。那这样子要怎么处理？
现在跑这个测试应该是会 fail。OK， 刚才还在跑编译，好会 fail，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0，然后不是1。那我这边希望它是1嘛？那这个是我强制设定的结果了。那首先呢，它根本不知道最大最小值，所以它会出错，那 OK， 然后我们要去对，在设定的时候啊，其实这边是没有最大最小值的，也就是说，假设它一开始没有，那它这边就会直接给这个值。那我这边给1，那实际上出来值就是1，对，就是1。那就算我们是走上面的，它还是直接设定进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在 state set amount 这边我们并没有做。那我们在 data 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有 clamp 起来的，所以其实它是一样的做法。但是这里的我们的 domain 这里是 data 对吧？这是 data 的类别。我那时候就说 data 要用 class， 是因为 data 的确会有一些行为，那它不是单纯的资料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要搭配编辑器的话，我们势必会写一些逻辑啊。如果你不搭配编辑器的话，你可能用 Struct 就够了，因为你不会有额外的逻辑。但是我们今天要搭配编辑器，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手段。那这个 min-max 在 data 里面拿到，那在 domain 里面我们要怎么拿到 ？OK。然后也跟 Cyber 有一些，因为我在 Discord 有开那个问答，那我就是跟 Cyber 有一些这个回家作业的来回啦。那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做法，然后我们边看边讲解。我先不做我的做法，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他是使用这个 static 的方式，我也是看了他之后，我才出接下来的题目了。就是这个是 state 的 domain 嘛，这不是 data 的 domain。那他直接在 state 里面呢，去跟这个我们写好的这个 min-max 去拿这个 get-max 跟get-min get-minima。那然后他去用 clamp 吧，然后把它 clamp 起来。的确，他完成了测试，的确。但是呢，这样一来就会变成说，这个很依赖 static。对，这个 domain 的这个逻辑啊，很依赖 static。还记得我们前面有提到我们的 handle 了，对吧？我们本来是有一个 static， 是哪一个 static？ time 对吧？这个就是 Unity 官方 static。可是呢，我们希望说不要被 static 给限制住，不然我测试的话，我没办法造假那个 static 嘛。所以我们使用了 type.provider type 点 get type 去 mock 去造假它。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 domain 去关联了 static， 无论如何你都没办法造假。就算你说好，我的移动速度 ，OK， 我的移动速度，的确我要测的是移动速度，没错，的确我要测移动速度。那我在 domain 里面引用好像没有问题，对，其实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测试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它的写法，它的实作方法有点不妥，就是我当初想的时候啊，其实我想了2个测试啊。那一个是呢，我真的去验证我想要绑定的，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这个，我希望它在 domain 可以被用到了。我希望不止在编辑器，我希望它在 domain， 它实际上应该要有这个值。就我中间可能经过一些初始化流程，那我可以去拿到这个 min-max， 在 domain 可以限制，对吧？因为我现在的限制啊，我现在还没改任何测试嘛，我现在限制只在编辑器嘛。那我上次也提到过，如果我今天得到一个物品，好，我今天的速度加1000好了，可是实际上我的速度上限值是30，也就是说我得到那个物品之后，我就算得到那1000，我也要 clamp 在这个1到30之间，在 domain 里面。
的这个逻辑，我应该在 domain 里面去限制，所以我有写一个是这个就是真正的我验证移动速度。可是呢，如果我想要验证这件事情，我不管它的名称，它是不是移动速度，我想要验证这件事情，我想要为这件事情写一个测试。你会说跟这个不一样吗？对，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真的去验了这个 static 的它有没有包含吗？就是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上下限被我锁住了？那另外一个我刚才讲的是，我不论任何数值，我只要有给最大最小值，或者我没给是预设值，我也要测出来，这样子。这个就是测真正的，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测任意的 state 这样子。那这个测真的啊，就是可以避免说我们假设这个测试完成，然后我不小心改到它了，假设我改0，对吧？那我的测试就会坏掉，我就会知道我的 static 被改了。这个现在这个测试啊，是在防止这件事情，是在防止说今天有人去改到，因为如果今天真的是多人协作，对吧？的确有可能有人改到这个 static， 然后如果改到这个 static， 我又没有办法去知道，有人改了，我不可能随时去看 Git。那我们有一个测试去验证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很不错。这样子，这个测试是为了这件事情，但是它其实不是为了后面这件事情。这个是上一集在讲那个测试的时候，并没有讲到那么仔细。所以我后面提到了，如果说该数值不是预设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只要验证这件事情啊，我不管它，因为如果我今天改动的话，我的那个测试就会失败嘛。那其实是那个测试想要的结果，没有错。可是连带着我的就是这个功能其实不是因为我的逻辑写错，而是因为我的资料来源被改动而错误，那就没办法达成我原本想要验证的是这个逻辑，对吧？结果不是我逻辑写错，而是资料来源错。我想要避免那个假设有个资料来源一个 data source。data source 的这个影响啊，最小化，其实跟前面我们提到那个游戏暂停的时候，我的角色不能移动这件事情，我要降低游戏暂停对于我的测试，对于我的或者是我们角色不断扩充对于我测试的影响。我只想要测关键的 domain 的逻辑就好，除非说那个数值跟我这个测试有关。否则我不应该被影响。那我就跟他说，他的做法如果改动最大最小的话，我的测试就会坏掉。这的确，因为那个就是在测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有一个延伸作业的话，它没有在 static 里面怎么办？然后有没有一个测试不会坏掉，而且可以完成哦？就是我只验这件事情，我不管它什么名称，只要我给它最大最小，它有没有办法验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完成这件事情。对，我们先来完成这件事情，看一下怎么做。假设我们照 Cyber 的做法，好，我们先偷懒一点，我们先照 Cyber 的做法，也就是呢，它在 set amount 里面呢 ，static。min-max 的，那就是stay， 然后 get min， 然后这个 name，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 min 跟 max。哦。跟 max， 然后呢，我希望说可以 clamp， clamp 起来，new amount 跟 min
OK， 这样子呢，的确我的测试就会过了，应该是会过了。哎，没有过。哦。OK， 这里没有过，太棒了，这里没有过，因为我的这个测试啊是没有给预设的资料，也就是说，其实在 new 玩的时候，它的 move speed 是没有存在的。那是因为这边我有去 add 一个 state，OK，add 一个 state， 所以 add 这个 state 啊，它里面的 amount 是直接 assign 的，所以呢，这里我们要改成 set amount。这样子，那这样子就会过了，因为那段逻辑就会去抠这里。OK， 先重开一下来着。好，那会过了。那我们这边再把一些完成，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测上下限。也就是说，我测31好了，30，然后我也顺便测 ATK， 然后 ATK 的话，因为 ATK 只有给上限值，没有下限值，所以我测上限就好了。ATK 我给9999 ，OK。然后这里的话，假设我是 float， 然后一个。amount ATK 这边我们复制一下，那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一段扣啊非常的相似，所以意味着等一下是可以重构的，是可以重构的。然后我记得 Cyber 是没有重构这段扣。当你看到相似的 code 啊 duplicate 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东西。它有没有办法重构，对吧？它只差了名称跟数值，那它有没有办法重构？好，所以我们 ATK 也照样的去做。那如果也会过，那代表我们的 move speed 的上下限，ATK 的上限，我们过了，对，我们过了。OK。那这件事情我想要把它命名，如果有上下限，如果会限制，本来是什么？会限制最大最小。其实都会限制的，因为我们的 min-max 有那个没有的话，它是0嘛，跟 floating max。我们其实都有了，会限制最大最小为会限制最终数值这样子，然后这个英文我们改一下。如果 min-max 存在，就会 clamp 这个数值嘛，这个 amount 会被 clamp 起来。OK， 所以我们增加了这个测试。发现一个。好，那我之前一直提到过，当我们完成测试之后，我们就要去重构它了，也就是说呢，我能不能在这边开一个接口是 state amount？ 因为我刚才已经发现这两个类别非常的像，对吧？非常像。对，那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给 merge 起来？amount， 然后我要给什么？给 state name， 对吧？
跟 stay name 是0嘛0，也就是说呢，这个是 stay name， 然后 float， stay out，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刚才那个 ATK 的那个做法，我们把这一段复制起来，这里，然后呢，把这个变成 stay name， 对吧 ？stay name， 然后 stay amount，stay amount，stay name，OK， 就这样。那这样子一来，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刚才的都变成31嘛？不然我有一大堆数值的时候，我不就要开一大堆的方法 ？OK， 它改完我们再跑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应付当如果 stay 不存当 stay 是后来才新增的时候，我不需要开任何的方法 ，APK， 对不对？没有用到了。然后 say move speed 这边也用到了，所以 say move speed 我们先把它 say stay 哦，算了，直接拿掉好了。stay 什么？stay name 这样子，因为我们本来的测试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其实没有重构过，就一开始就说，如果今天调整了，我这个测试一定会坏掉，或者是会变异错误，因为这2个还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应该不会在这一集提到了。OK， 所以呢，我们跑一次全部的测试，好。我们测试全都过了，对吧？所以我们去 refactor 这个 code， 然后 add 这个 stay amount， 上面，好 ，OK，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我们的测试。至少这个的限制啊，这个 min max 啊。只要我后面啊再增加的时候啊，我可能要再去加新的，就一直往后加就好了，或者加新的测试也可以，都可以。因为我这件事情我其实就想要避免了，因为有可能我没测到。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就够了，然后后面新增就不要再测了，因为你这边已经有 check 到上下限，也可以。只是如果你不是使用这个像我这样是 static 的类别，然后你如果是使用字串的话，有可能打错字啊，那个逻辑就不敢保证了。我还是觉得如果有测会比较好，反正也没多少数值嘛，因为真正要被限制上下限的那个值啊，很少。你大部分的时候你就是限制说，因为我们没给的话，其实就是0到 float 点 max 嘛。至少我不会异位嘛，对吧？我没给的话，它不会异位嘛。它会异位的就是说我 max 或者是负的 max 去减，就是负的更负，或者是正的更正，就是最大值在往上，或者是最小值在往下，那才会异位嘛。可是我今天都已经给了 ，OK， 我都给0到 max 了，那基本上大部分值都不会有问题。那会有需求就是说，我新的数值会真的想要再加上上下限，那这个需求再去测就好。但是那个 case 是很少的。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再往下看，这里就搞定。但是它还有一个隐忧嘛，这我刚才也有提到，也就是说呢。我这边呢，我这边是直接使用 static， 那这个要怎么记？这样子，这个要怎么记？我们先看 Cyber 的答案，就是说他总共教了3次啊，这是第1次。
OK， 所以呢，它在这边一样跟那个 data 一样，有这个 min-max， 然后去取，它去重构了，它去重构了。不对，这是他第一次嘛，所以他直接做成这样子，他直接做成这样子。其实不错，其实还不错。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变成这样，然后这个这样。那这个的话，不止。这样子，这个就8倍就好，这个就拿掉了。所以呢，这边也一样。OK。好，刚才做了一个重构嘛，就我们把它抽成 property， 然后呢变这样。这个一样是因为这个没有必要对外嘛，所以就是 private 就好。好，我们再看，那它的话就是什么意思？我先扛灭好 ，H 画 put。OK， 他去写了一个测试啊，他去写了一个测试，然后呢，他去，OK， 这个是刚才我们写的那个测试一模一样的测试，然后他有写一个这个方法去验证它是不是在最大最小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就是其实他后来放了一个我觉得很常见的，就是你真正要验的其实不是最大最小，而是他有没有在最大最小。我真的要验他有没有在他，如果我设定比他小，我应该要是最小值，而不是在论据。我没有要论据啊，我要只就是他有没有超过就好。因为它这个测试啊，其实它没有我看一下就是这个值啊，它同时只符合一个最小值或最大值，然后它用因论据啦。我的测试其实不是，我的测试是说，如果设定成0，那它应该是1；如果设定成31，它应该是30。所以我这个是最小值，这个是最大值。那 Cyber 在看到这边应该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说就是你的验收只有一个，那其实它符合最大最小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你的这个你给的这个值啊，它可能只符合最小或是最大而已。那这个说不定，如果它符合这里的话，那这个最大你没给它也会过啊。你给随便写都会过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会那个啦，就没有用了，就少测一个嘛。所以一般不要测那个因论据啊，一般不要测，因为你很明显知道它是什么值，它是0它是1，它是30，你很明显它是1000，因为我的值就是这么强硬嘛，我不用设定说它一定要在1到30，不是，而是我给定一个它一定是1，给定一个它一定是30，这样就好。
除非你想要测说那个我的值有没有在某一个阵列里面，你想要用阵列点 content， 那个就可以。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呢，不应该存在，就是我不应该去看他的。他那时候开了一个这个 get min max 啊，然后我就说不应该开这个，因为这个没有用啊，它不是我真正要测的东西。再看一次这句，设定角色数值的时候会限制数值的数值为最大，这个中文有点写的比较不好，限制最终数值为最大最小值内，这样就好。这不是代表说我们一定要测in range哦，不是，而是我只要给死就好了。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这个因为这个在它没有地方用，它只有测试用到它。那这个 Maser 我等于是白写的，这个 Maser 是为了写给测试用的。我没有任何domain用到它，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啊 ，state 已经有一个了，他已经知道了。那这个把这个东西 public 出来，是测试的需求，是为了想测试而增加的，那就没有特别的必要。其实有一句观点是这样能不写多余的 code 在domain里面，我们就不行。再注意这句话，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一次，不写多余的 code。你会发现刚才那个我把那个 set move speed 跟 set ATK 拿掉了，我用这个去取代它，那等于我少一个 mason， 我的 domain 就会很干净。对不对？我的domain就会很干净，起码它的 maser 就会不是那么复杂。而且如果你只看对外的就这样而已。对，就这样。而且我都把接头开得很好了 ，get 跟 set 就没了，就是 CQRS。好，那这个是顺便看到就顺便讲，所以他就开了一个这个嘛，在。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在玩家身上，就是这个完全是多余的，完全是多余的。当然我知道他是想要完成测试的但是我觉得思路不一样的会导致你的实作方法也不一样。看起来好像完成测试了，实际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完善。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只测其中一边，那代表我另外一边随便打，他也会过，理论上他也会过。对，那最大最小值改变 ，OK，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那个测试嘛，对吧？我们一样先写那个测试。我用我之前命好的来当我们的测试，就是 set player character any state amount will be claimed in min max， 就是我如果有一个就是任何的，它是不是也叫这个 ？OK。好，写的有点长啊。那我觉得没关系啦，就是这个本来就自己看得懂就好了，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我要强调的是说，我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我不要 check 这件事情，但我要 check 的是我给他最大最小，他有没有 claim 在里面，这样就。其实跟上面做的很像，只是我不给具体的，我给了一个造假的，那我要怎么造假这样子？那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去 set min max， 那这又是一个很强的改动这是一个很强的改动，因为这意味着你依赖了这个，你强制去改它啦。我们原本里面只有 get 对吧？我们原本里面只有 get 的 mason，
那我为了测试，然后去加一个 set， 不是走原本的流程。我们原本的流程是哪里？我们原本流程也没有走测试提供啦，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方式。对了，刚才忘记写了，就是我这边提都是我的观点。其实 Cyber 已经完成了，只是说还有很多我认为可以加强的空间啊。那本来程式码就是这样，那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依据我的经验来说，我看同样的code，我看别人的code，我就会觉得还有可以改变的地方了啊。可能别人看我的code也觉得，我写的还有改进的地方，对，也有可能。这个才是有趣的地方嘛，因为本来同一个需求、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法，那本来就是好事。那只是说谁考虑的更多，谁的解法更适合，谁的解法在未来的改动或是现有的改动会最少。其实在看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谁好谁坏，就没有那么好判断嘛。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谁的最适合嘛？谁的改动最少嘛？之类的，那这个评断的依据就蛮好的，蛮值得参考的。这样子，不可能有一个解法是完美无缺的啦，但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个适当解这样子。发现刚才我没有那个开麦克风。OK， 从哪边开始？好，这一段，前面那段我再重讲好了，应该从这边了。就是说我刚才说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我不会使用这个样子的方法去验证啊。我要验的话，我一定是验上下限这样子。不是这根扣这样。我一定是验上下限，就是两行扣嘛，一个 get 一个 set 这样，一个 set 一个 get， 就跟刚才的一样，这样就是 set 它有没有在最小值，set 它有没有在最大值，那这样我就可以验它的最大最小了。你说这样子还要再打包成一个 Method 吗？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顶多就这个测试跟这个测试会用到而已，顶多啦，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拆一个什么 in range 这样子。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做啦，我不会说 Cyber 这样子做是错的，但我个人不会这样做。然后他一样把这个 min-max 传进去嘛，然后他也验证这个 min-max 嘛。这个 min-max 其实没有那么必要验证啊，因为我真正要验证的是这个遵循嘛。他这边有写嘛，遵循最大最小。我不是要验最大最小啊，就是你在
既然都写了，怎么还会验这个？这不是这个测试的主要目标。如果你回头看这个名称，然后你再去看你做的事情，其实大部分人写程式啊，之所以会写出一堆 bug 啊，就是因为你做了一堆不是原本需求的事情。可是你要确定原本需求要做什么，那其实很困难。很少人知道说真正需求想要做什么，因为那个可能是企划告诉你的，可能是制作人告诉你的。但你这时候没有疑问的话，或者是你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然后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咯。然后如果你又没有理解，你就有可能做错。然后就算你跟着企划做的一模一样，可是跟实际情况差多少？说不定企划讲的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对吧？根本不会发生，那它是一个需求嘛？那不就写了一大堆废扣了 ？OK， 包含刚才讲的啦，他在Cyber 在 Player 里面开了一个这个 Mesa， 我都觉得是超过，就是没有这个需求就不应该写这个东西，不要为了测试去写这个东西啦。可能以前我真的会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绝对不要这么做，因为它不是一个需求会用到的 code， 它不是。除非你说啊，我有一个需求是我要在画面上显示这个数值的最大最小，如果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可以。如果有，但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必要显示这个。如果今天有一个 UI 的需求，那我觉得你开这个stay min-max menu， 在 player 身上有一个 get method， 我觉得 OK。啊，没有的话它就是专门只否测试而已。好，这个刚才不然麦克风关掉，不是耳机坏了，是麦克风真的关掉了。然后我后来就回他嘛，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啦，就是我要验证的是任意的，就我给了最大最小，然后任意名称它会不会锁定在这里面？值得重构依赖进去啦，就是我讲的就是它的 code 这边，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在这个 Mason 里面就可以得到了？就我有必要从外面传进去吗？还是我传 player 进去就好了？因为 Stand 已经在这边了嘛，对吧？然后 HP 也在这边嘛。OK， 所以这个是一些重构。当你看到怎么那么多参数的时候，你要警觉啊！为什么这个要这么多参数？它有没有办法少一点？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少一点 ？OK， 然后作业继续。那这个就是他针对我讲的之后再去改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看别人写code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自己练的话，写出来一定跟我长不一样。就算练了，还是会不一样。然后他就说，他就写，那他不要从那个刚才是那个 static 对吧？刚才是直接 static set 嘛，那我就说这样不好嘛，那他就从这个 data set 嘛。这个是一个突破点，这的确。那既然不要，我就直接从 data set 进去吧。好，然后这边又验了这个 min-max 就没有必要了。那 in range 我觉得没有用。OK， 然后呢？如果真的要把这个抽出来啊，我就会把最大最小值传进去，然后加1减1，然后去验证，它是不是大于或小于了。如果这4行的code要抽一个方法的话，我就不实做了。如果真的有问题再问我。至少会比这个做法好了。
因为我就可以真正验到最大最小，而不是 in range。in range 就我刚才讲的那个 bug 嘛，那个没有验到的地方。OK， 所以他在这边又去 set， 就是根据 data 去 set 嘛，对吧 ？set state min max， 所以他又做了一件事情，这是额外的哦。我们看到这边发现它是额外的，对吧？他在 state 身上开了一个方法是 set min max value， 这是一个思路，这样子。所以我既然不要从 static 去哪，那我就从我就走一个 set。问题又来了，这个是实际的需求吗？好像也不是。对，好像也不是，对吧？如果后面看到我的解法，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说不要这样做啦。但是它的确可以完成测试，的确。然后呢，就变成这样，我看一下啊。OK， 它有一个这个 min max 嘛，会去 override 它，而且如果设定进来的话，它就会再重新 set amount 一次啦。因为你 min max 改变的话，它就会想要再重新 refresh 这个 amount 一次。但这样子是不是一个额外的需求啊？对吧？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啊，这个 min max 会不会改变？它改变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如果看到这边可以想一下，它什么时候会改变 ？OK， 其实只有一开始对吧？就是我一开始给它 min max 就改变了，就没了。所以关键点应该是在我能不能在初始化的时候拿到了。如果听懂这句话就知道怎么做了，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再继续看下去。OK， 所以呢，这个跟我写的不一样。奇怪 ，data 不是有这个吗？我们这边还要写在 master 里面。哦，因为他这边开一个方法啦，所以你看，就是我后来有一个说法是说，原本的我的 min max 啊，在 data 里面 min max 是直接reference static 的，但是他为了开了这个 master 在data 上面，所以呢，他把那个原本的 property 给打破。原本 property 它就可能就是变成那个，它这边没有秀。原本 property 就是变成那个 get 跟 set 嘛，对，那它这样子就可以改了，那就打破原本的规则，而且这也是否测试，这也是否测试的打破。会发现 Cyber 前面的做法，很多做法是直接打破。他没有这个需求，而且他是为了测试的，所以跑出来的这个需求。你会说，那我不是说完成这个测试吗？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走原本的方法去完成这个测试，而不是我随便挑，然后打破我也不管，反正能完成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打破的可多了。就是你会开了一大堆，就是真的专门 for 测试。我之所以不会说，就是这件事情也不用怪 Cyber， 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做过，我就是因为做了，我才说不要这样做。那他现在做了，我觉得很合理，很正常。然后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我列出比较不合理的，就是第一点就是打破了，对吧？有没有别的方式照原本的做法，对吧？我刚才强调原本的做法。然后又可以设定 min max 给 data， 要朝着这个思路啊，我不要打破，我原本就有了，对吧？我干嘛要打破啊？如果我原本写好的逻辑，我打破了，那我可能为了他写的测试也跟着爆掉了。我现在完成了这个测试，虽然我完成了，可是其他测试爆了。
那这件事情就有点微妙了。而且它还不是新的功能哦，它是新的测试，但不是新的功能。Min-Max 不在 Player 身上，也没有这个需求。OK， 这个就是我讲的。它价值的意思就是它对 user 没有价值，它对玩家没有价值，它甚至对产品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它完全就是为了测试的验证。那除非我刚才提到，如果你的 UI 真的想要去秀，这个数值的最大最小值，如果有，那它有价值，但是没有，现在没有。起码我的作业我就没有明讲说我 UI 要秀，那就没有。OK。测试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有没有在指定的最佳，不是从角度，对啊，这个我有提到。然后 Stay 身上的 Min-Max 有没有办法重构的更好啦？然后我上面附了一张图啦，但很显然 Cyber 好像没有发现我的意义啊，我都已经划线了，看一下他后来有没有调整，我记得是没有啦。OK， 看到吗？我截图，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看的，然后再看一次，你会想着要怎么做 ？OK， 这是原本的嘛？这是后来的嘛？他虽然把这行干掉了，然后把参数拿到这个 state 的 constructor。它少了一个 measure， 不错啊。还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还有没有？如果有在注意的话，可以发现有哪些地方一样啊？重构，我们每次讲就是找到一样的地方嘛。那我应该要传哪个东西进去就好了。讲到这边应该都知道了啦。把 data 传进去嘛，把 data 传进去，我是不是全部都不用？我不用4个参数了嘛？我前面也提到，如果你发现参数多的时候，你怎么把参数变少？我如果一个参数可以完成，我为什么要4个参数？而且我还很明显看到某一个东西是一直出现，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因为变成你new一个 state 啊，你的成本很高啊，因为我需要4个参数，啊，我可不可以要1个参数就好 ？OK， 那再往下看，这个也都是不必要的啦。虽然我上面讲了，但因为它第3次没有花太多时间呢，所以。基本上它的第3次啊，跟第2次没什么差别，我就跟他讲说没什么差别。唯一有差的是呢，他走进来的时候，这边多了 Min-Max， 唯一有差的，其他下面都没差。那也整体来说还有改进的空间啊。好，那看那么多，就是接下来。我会怎么做这样子？对，我会怎么做？那这边呢，我们一样 new player， character 嘛。那在这边我们一定也要那个 byte， 去找 byte 来复制好了。OK， 所以呢，我们先找。我们给随便，对不对？随便一个 name， 只要不要空白，因为空白会违反嘛，空白会爆掉，对吧？我们有提到不能空白。好，如果它的数值是999，对吧？如果它的数值是999，那我要，等一下我不要99。这个数值我们给0就好了，重点在于说我要给 Min-Max，
这样子。重点在于我们要可以给 min-max。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在 state 身上。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啊，其实这个 min-max 啊，我只有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在我建立它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没有必要每一次拿的时候就是再拿一次。哎呀，最后 OK， 它这边还是每一次去 set 一次啦。那或者说这个只用一次而已，你看这边 usage 只用一次而已。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拿掉，对吧？我把这个拿掉，然后呢，这个小写就好了。好，那这样一来呢，我的测试会先错，对吧？我测试会先错，因为我改动了，我现在改动 production code， 我的程式码不能坏掉。所以呢，在这边我要设定，min 等于多少？等于什么？那我这个 min 要从哪里来？我刚才有提到嘛，我是不是可以把 data 传进去就好？我们这边抽象一下。我们这边把 data 传进去，然后呢，这个是 data 的对吧？然后 data 的 amount， 那我就可以拿掉了。OK， 所以呢，这样子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我们假设在 inline， 那如果要好看一点，可以这样子写。data 嘛，好，搞定，一行就搞定了。好，那再看一下这边的话，一样是这边会有问题嘛？因为我们现在在重构，然后我们本来是有 state， 那我们这边就要去 new 一个 state data。然后我们把 state name 跟 state amount， 因为我们现在走的接口是传一个 data 进去。如果你不想要那个接口的话，你其实可以再留一个接口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走 data 是蛮好的。这个我那一天写完之后，我有想到，我马上就想到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 data 都是要服务这个东西啦，都是服务我想要服务的。就是如果我是 state data， 那我其实想要服务的是 state。那我这个 data 应该我 state 要的东西，我全部都有，都在这里面。那这样就蛮不错的。只是说，变成说我要 new 这个 state 的时候，需要一个 state data 啊。如果你想要只有这两个的话，也可以。就是再开一个。哦，不是min，然后给 state name 跟 state amount，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啊，然后 set amount， 然后 min-max 你可能就给死。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口的话，就这样，这样子就搞定。OK，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需求。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测试的需求或是什么的需求，想要开那个 constructor， 我觉得是稍微可以接受啦。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先不要。好，那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这样改动嘛，我们测试应该要过的，应该要过。那这边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给 min max 吗 ？OK，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给 min max。这里是不是？因为我们 min max 还没给嘛，那我们可以从 data 身上拿，对吧？因为其实 data 就已经有了。啊，你会说，那这样不就是破坏吗？我刚才有提到 data 其实就是为了否 state 初始化了，所以其实 data 已经有办法拿到了，我没有必要在 state 身上再去开一个这个。也就是说呢，我可以这样写就好。OK， 然后呢，这个我初始化，所以我 read only， 就是我在一开始，因为这个东西不会随着游戏而改变啊，它最大值是999，它永远就是999，除非你有一个需求叫做我要增加它的最大值的。但是至少目前没有，所以我们还不打算开一个这样子的接口。如果有的话，你的确就有一个 increase max 或者是 set max 之类的方法，如果有，但现在没有。好，那这样就搞定了，对吧？所以我们再跑一次测试。min max 999，但实际上是0。哦，这个呢要在前面，不然我如果先 set 然后再 min max， 那当然就搞笑了。OK， 那这样就搞定。然后呢，再来是，其实这个内呢，我们也要防止的，就是防止什么？防止说 stay 的。这个 name， 这个 name 不能是这个空值，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stay data， 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啊，我们有可能是可以把这个值给。哦，测试这边没有这边有那这个可以不要打，这个可以不要打。OK， 那当我没做。好，所以我们刚才呢，先去重构了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先重构，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做。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去写。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希望说我的 min max 是从资料上来，其实跟 Cyber 最后做的这个概念有点像。我是从资料来，这个思路是对的，只是呢做法跟我不一样而已。好，那再来我们要怎么做？再来呢，我会在这边开一个 data。然后呢，这边就会去增加一个 fake state data， 然后继承 state data，
然后 namespace 我们namespace 放着吧，放着。好，然后呢，我们既然继承它了嘛，那我们想要干嘛？对吧？我们想要干嘛？我们假设呢，我们先把 mini， 其实这个 Cyber 应该是想要这样做啦，只是他没有想到怎么做，就是他知道要从资料来，可是呢，要怎么样去 override 这个资料？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嘛，那要怎么去 override 这个资料？所以他去写了这个去写了这个 minmax 的一个接口，对吧？一个接口。好，所以我们这边这个 base 其实可以不要了。对点 data 是这个。OK， 这边会走一个空的 constructor， 然后是 property protected，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被那个限制。然后 name 的话，我们刚才有用一个 name 的话，我看一下啊 ，name 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个 set name，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走 set name， 然后走 protected， 就是 protected 就代表我只有继承才可以用，我不会 public， 但是它至少比 public 好多了，所以我不是增加一个 public， 而且我是原本就有的东西，只是我把它从 private 变成 protected 这样子。然后一样 set amount，set amount 好像也还没有，对，一样 set amount， 对吧？啊，再来是 minmax 要怎么做了？也就是说 minmax 嘛，这里呢，我们就要把它变成 virtual， 然后这里变 virtual。那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先给了，因为我们后面要 set amount， 所以我要 clamp 起来。那也就是说，我是希望说可以变这样，然后呢 override min。OK， 哦，其实可以这样 ，OK， 那就 nice， 好，搞定，那这个就不要了，好，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透过virtual 去 override 它，然后透过这个继承去改写。但是我其实只有这两个啊，但这个本来就 public， 这本来就是 public 出去了，因为我的 domain 也用到了它，我在初始化自己的时候用到了它。啊，从资料上去取得 minmax， 我觉得也蛮合理的，蛮合理的。好，这样一来呢，我有个接口嘛，是这个可以改 minmax 的，可是我原本的其实是不给改的，我原本的其实只有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空的嘛，这空的是为了 protected 的限制的。OK， 我原本的其实没有这个 minmax， 也就是说，其实我这边是不可以给 minmax 的。
那我这边就可以改 fake state data。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我不要为了需求为了测试去新增任何东西。那一定会说啊，这不是新增啊，这个 potato 的不是这个 virtual 不是新增啊，这个不是新增，对，没有错。但是我新增的东西并不会破坏它原本的封装，它本来 public 就 public 啊，但我没有破坏它，变成 private 啊，它本来是 private 的，它本来哪一个是 private 的？本来这边是 private 的，它变 potato， 我没有把它变成 public。就是这东西在外面还是不能够直接 set。OK， 所以我就大幅度的避免说这件事情被改坏了，改坏。然后我可以透过继承去 override 它。那这个资料是在测试的资料夹里面，这个类别在测试资料夹，它不是正式的，因为这个是一个 fake。在写测试的时候，这个 fake 其实造假有5个方法嘛，好久以前我们提到过，有兴趣可以在上网搜寻，有5个方法，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叫 fake。我们常用的可能是那个 stump 跟 mock。OK，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给 min max。那假设 min 是2，然后 max 是99好了，99。所以其实跟 Cyber 做的差别没有很大，但是结果来说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破坏原本的，我原本其实还是走那个 min max， 走那个 static 的，可是我在这边的话，我可以给一个造假的 min max， 我不要跟任何名称有关嘛，因为我只要走原本的话，我原本的是跟名称有关嘛，所以我不要跟后面这段有关，我用一个 override 去 override 它。然后这个 override 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在 control 的时候直接assign 这个值给它，我就不会跟这个 name 有关。还记得我们的测试的那个需求吗？任意名称就不跟这个 name 有关，所以我就解掉这个 name 的 over 了。好，那我就可以去 set， 因为我前面已经做了一个，我前面的重构是有意义的 set stay amount， 对吧？那我现在 name 是什么？123。然后呢，我的最小值是像这边给0啊，其实我就可以先验证一次，get to 2，对吧？其实我就可以验证一次了。可是这个东西是初始化的验证，那也是一个验证了。好，对吧？我虽然资料给0，可是它其实会被 clamp 在最小值，就是我的初始化其实有 clamp。那再来是我要去针对它去改动了，也就是说我把它变-5好了，对吧？然后我再验次它是不是会变成最小值，就是它是不是会 clamp 在最小值，然后我再验一次是100。然后它是不是会保持在99？ OK， 然后这个地方一样，我们就把它抽上去 ，stay name。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测试了。所以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就代表我可以有任意名称的过了，任意名称的最大最小值，而且是透过一个 fake data， 而且我并没有破坏原本 data 的封装，原本的 data 还是保持这样子，而且我的 fake data 我也没有写太多的 code。然后呢，我们透过它原本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写一个 virtual， 然后我就可以 override， 然后从 control 直接 assign 给它。好，那这样一来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我们要的测试啊，这是我最终我想象中理想的测试。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够了，很够了。
那至于这个还要不要再抽，我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啦，因为顶多就是这个跟这个测试用到而已，就是再抽一个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我可以拿掉。我们加了 virtual 嘛，然后呢，这个 min-max 这个是给 data 用的。看一下 state 这边，我们在初始化，在 control 的时候是去拿 data 的 min-max 来当成我自己的 min-max， 然后呢 set amount 的时候我不传 min-max， 因为这个 min-max 本来就在它就是 field 的。然后我们在 set amount 的时候去使用这个 min-max 来 clamp， 搞定。就是我的参数可以尽量少就少，那这个就是达到我前面讲到的，我的参数越来越少，然后我的就是不像 Cyber 就是开了一个这个嘛，对吧？它原本就已经有了，可是它为了 min-max 而再开了一个这个 Maser。然后我讲过这个东西，其实我一开始决定好它就不会变动了，除非你有一个需求是游戏中会改变，但是我们大部分就决定好就不会变，就是游戏一执行就不会变。那我们没有一个必要说，它要从外部传进去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啊。这个也是多出来的。你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测试，就会写了很多 Maser， 然后多出来。但是我想可能是他没有想到了，所以他写了啊。我有想到，所以我不用写，差别就在这里。那我的确有2个这个 contractor， state 我没有 contractor， 它这个是 state 的，对，我的 state contractor 就变成非常的简洁，就是一个参数。我们原本是2个参数嘛，那我把它变成 data， 因为这2个我都可以从 data 身上拿到，来包含 min-max， 所以我自然就可以把这2个 Maser merge 起来。整合起来啊，至少我好懂嘛。我在看 code 的时候，我 code 越少越好啊，对吧？我的 state 的 code 是不是很少 ？state 的 code 其实只到这边而已。对啊，其实我的 state code 只有这些而已，就是我真正的 state domain 只有这些，没了，剩下的都是 data 的，所以其实程式码是很少的。OK， 那我程式码越少，我至少代表我后来在读这段 code 的时候，我越轻松嘛。如果我多了很多是否测试用的，那我读起来自然就痛苦了。我要去想说这个用得到吗，或什么的。然后你越多，代表你重构的时候越痛苦，除非你有重构了。那我那时候跟 Cyber 讲一句话，我就说，我们写完其实要去回顾看一下我们的 code。去看一下我们的程式码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重构它。好，然后我后来跟他讲一句话，看一下，就是我跟他讲说，其实好测试啊，就是程式码很好测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测试啊，几乎等于好扩充，几乎。因为我如果能够任意去组装的啊，然后代表我的功能其实是很好扩充的，不论是手动测试或是单元测试啊。因为手动测试我可能也要经过很多流程嘛，比如说我要经过 A 经过 B， 经过 C， 啊，我有办法直接测我指定的这个流程。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没有办法，
那代表我的 code 可能写的很死嘛，我没办法把流程拆开，我没办法直接造假一个 C 出来。那其实它跟单元测试没有什么没有差别。那跟单元测试你会遇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会想说啊，我要怎么完成测试，然后我就会去开一大堆接口，我就会想办法去让它变得好测试嘛。可是有时候实作方法又有差啦，就是如果我选的方法是直接打破它的那个原本封装的，那我的隐忧就很多。我本来的 Mesa 很少，我本来的 Control 很少，就我选择去增加我的参数也好，我增加我的 Mesa 也好，我选择去改动原本的东西，那我的风险就很高很高。可以发现我刚才的实作啊，我选择的方式都是风险很低很低的，几乎没有问题的。我选择的都是那种打破也就是不是那么强的打破，然后我还有先重构，让我的后面测试会比较好做一点点。所以其实如果有时候你发现你的测试很难写啊，先重构，先重构，先去把一些一样的东西、差不多的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先拿掉，那自然就会好测一点点。OK， 其实这边差不多啦，这边都差不多，只有这个地方我是用 fake， 然后这个的验证我是这样子，我是跟这个下面这个一样嘛的做法这样子，然后我们是走资料进去 ，OK， 好。看一下，这边呢，我们来做 drop down，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做这个 stay name 的 drop down， 应该来得及吧。OK， 这边呢、我们写一个 drop down list， 然后一样 static，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它来去 drop down， 在这边哦。好，那我们看一下 state data 这边，这里我们在这边有 validate 这个 name 对吧 ？validate 这个 name， 然后呢，我们也有去写 label test， 然后写这个 horizontal 的 group， 然后我们也有限制。那在这边我们要去 value drop down。那 value drop down 呢？它这边有写一个 value getter 啊。那其实这一招啊，我接下来用的这一招，这个也是我尝试出来，因为官方并没有讲可以这样做。那其实，在前面你已经发现说，我们可以透过别的类别去帮我们做这件事情，你已经发现，我已经介绍了，但是官方其实没有特别讲。我一直以为都只能在同一个类别啦。那如果我能够把一些东西拆出去的话，我的类别就不用那么多。所以呢，我们就会走这个 drop down list， 对吧？然后一样给它小老鼠，小老鼠就是一定要给啦。然后我去 get o stay name s， 好，所以呢，我有一个 stay name， 然后这个是一个 static。
对 drop down list， 这个是 Odin 的get。OK， 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给了。那其实它可以是写死的。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样，假设1、2这样，我们先测试啦，测试说它真的有做不到。原本的它就不会坏掉，因为原本的它就会保持原本的值，只是说你下拉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一个。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预设加的话是空白嘛，因为我们有挡这件事情，对吧？为什么我们前面要验证那个名称是空白？就是抓不当也有可能有空白，所以我们去选的话就可以选1。那这个1跟2这是什么意思啊？前面呢，它这边应该有写，就是它显示的是这个 test， 然后呢，真正的值啊是这个后面的 value。那如果你只给一个值啊，它就会显示跟 value 一样啊。我会建议啦，显示跟那个值要分开。我举个例子。OK，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stay name， 对吧？OK， stay name， 然后我们可以 move speed， 就是我们可以写中文，因为很大部分你会想要有一个比较好读的，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分类啊，因为 Odin 的 drop down 是可以分类的，例如说这样 ，OK， 我们就顺便把它写完，然后这边我会预设给一个逗号。那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有这个移动速度，然后你会发现说上面的原本啊，它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原本的这些拿掉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增加这个攻击力或移动速度啦。而且我们如果有重复啊，我们就会被抓到嘛，对吧？所以其实这样子就蛮不错的。那还有没有办法可以更好？还有一些方式啦。那你可以透过写这个 drop down title， 就是那个标题要显示什么啊 ？expand all， 就是要全部展开。然后 is unique， 这个在选择。对于这个例子来说，可能没有太好了，因为它一定我只能选一个嘛。但是对于一些可以多选的时候是比较好的。然后我可以给这个宽度跟高度，这个你有给啊，它会限制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如果你太长的话，它是会限制的。而且像刚才它很丑，对吧？啊，至少你现在可以限制它是一个啊，如果它会自动去算，对吧？它不会超过去啊。
那么它就会自动去算应该要放在哪边。OK， 这是一些做法，然后我要再讲一些进阶的做法，因为我们铁物音有用比较进阶的做法。也就是说呢，你这边有可能是一个基础值，因为你有可能有不同怪物它使用的这个 stay name 是不一样的，有可能。那这边是 O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其实想要玩家的跟怪物的，它的数值列表可能我想要秀不一样的，有可能。所以呢，我有可能是这个，哦。是有一个基础值，然后呢，这个放进来，这样。那这个的话，我们里面就可以放这个，但是这个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好几个数值啦，所以我们比较会是说，我去 new 一个 value drop down list， 然后呢，把它就是 A 的一个 range get base， 然后把这个 list return， 搞定，这样子。这个就是全部的，然后有可能你今天有其他的，这个我看一下啊、铁物应该可以秀，这样子，我秀一下铁物的。我们其实是有基础值抗性，对，这是抗性，然后士兵的，然后有一些，因为在蛮多情境下，那个大部分的这个怪物跟士兵都会用基础值，他们都有这些基础值，可他未必会有这些技能的这个数值，因为怪物可能没有技能嘛，但是怪物也可能会有抗性，所以你就得要有一些手段去组合它，去把它组合起来。我不要把它全部写在一起嘛，我要透过组合的方式去组合它。OK，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这样子我们也跟刚才一样。只是说我们拆了另外一个，我们就写一个阵列，然后我们把基础的拆出去，然后未来你去增加，可能有技能的，可能有什么什么，你就可以有一个分类。啊，前面这个就是分类的依据啦，例如说，skill 对吧？然后呢，我这边写这个 skill 1。这样子，我 take 好了，技能，对，那我就可以去把这个 get skill 放进来。如果我需要了，如果我真的想要在这边，如果我是一个角色好了，那我可能就有技能1的攻击，就有一个分类对吧？有一个分类可以去做到了。然后你这个抓不到啊，你有可能，这个就看说你要怎么去，去判断啊，去判断说这个你是。怎么给这个值？看一下，我这边确认一下。OK， 刚才确认了一遍。如果
如果你想要针对不同的阵列啊，我会建议说，你可能有个方法去切换，说你想要取得哪个阵列了，因为现在这个 state data 是被 player carry 的 data 包起来，对吧？是被把它包起来。那怎么知道是 player， 还是说怎么知道是这个怪物？然后他怎么用这样子？这个我看一下啊。OK， 我刚才尝试了，是有办法的啦，只是说他要有一些方式去处理它，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要走，就我们可能要在 state data 里面去判定它，或者我们想要在刚才是想要把这边传一个1啦，传一个值，传一个值其实就可以收到，但是问题是这个值要从哪里传进来？这样子，问题是这个值。看一下啊。8 哦，因为不能给空的。哇！把我自己搞到，好，我给1、2、3啊。OK， 所以呢，1、2、3这边是可行的，也就是说，我其实可以在这边去给一些东西啦。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写编辑器其实蛮麻烦的一件事情，蛮麻烦。我们在这边开一个值好了。OK， 可是这样子就没办法确保以前加入的是有值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先清掉。然后这个的话就hide。其实，在铁屋也没有这么做啦，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是必要的做法。因为有的时候我是没有那么希望说，
就是我的玩家跟怪物所用的 state。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没关系的话，就可以用，就不用做这些操作了。改成玻璃好了。OK， 所以如果今天的is player 的话，那我就会这边一样做嘛。这样子。如果我是玩家，我就会有技能；如果我不是玩家，我可能就只有基础值。那当然，我们现在做的话 ，get state 是不是这样就好 ？OK， 好。这个要给123有点让我很想把那个社群拿掉。有时候编辑器的那个限制反而更难一点。好，我这边写一个。就是长这样，我可以给空的值，因为我希望它是错误的啦。我希望说我按下加，它是这样子，它不是什么123，然后我就一定要选，然后我不能选一样的，我就可以选。那我这时候我可以选技能，对吧？如果我把 Explainer 拿掉，假设我不给。那我不给的话，我这边这个的话还是可以选，因为它已经被定型了。那如果是新的话，我就不能选了。这个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啦，因为我现在只能透过 A 的这个 state data， 然后把这个 player 放进去。我没有想到别的好方法，因为这个抓不档啊，我们是写死在 state data 里面，我们只能透过初始化的方式去给定这个 display。这个这真的就是否编辑器的需求，然后去达到一个想要客制化的方式。这个 display 你拿到之后，你是不是要走这个阵列？倒不一定，对，倒不一定。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在这边判断。也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在这边判断。OK， 然后我再看一下，我们 state data。我们其实是有写一个是我写的啦，就我写一个 state provider， 然后是 populate state data， 然后把它是不是收卷给放进去。哦，其实在这边可以判断。底下就不要理它，所以它会去取得这个 state 相关的 state name。这也是一个方法。OK， 所以我们会直接去 add 这个 state data， 然后 state data 就会是这个，然后这个是刚才那个 state， 刚才那个 drop down list， 我那时候叫 list 啊，然后就长这样。如果它的，因为我会把 type 跟它已收卷传进来，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判断啊。如果判断对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个 name 给放进去。放进去以后，我就可以回传。回传之后呢，我就直接去增加指定的给它。Stay name， 就跑一个回圈嘛，因为我刚才是取得一个阵列嘛。这个方法还比较好，这个方法比刚才传那个 isPlayer 好一点。哦，但是我是直接 assign 这个 name。然后变成那个传进来的 name， 所以这个 name 可能要 public 出来会比较好。我们刚才没有 public 那个 name， 就是要有一个手段去 set name，set 这个 name。其实有。哦，我们的这个是这里了，要有一个手段去 set name， 可能这个东西要 public 就好了。就不用走刚才的这个，也不用走这个 isPlayer， 不用。但是这个的话是那个我们自动增加的，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吧，这里，然后呢，我把它清掉，对吧？我按下这个加的时候啊，就会直接把所有的都加进来。这个方法我们后来觉得是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你就可以直接指定说，哦，这个是一个士兵，然后它的，因为刚才有去判断那个character type， 我会把 character type 传进去。那传进去之后，它在这边就可以去判断说 character type， 用 switch case 去判断，然后判断完，它就可以判定说要回传哪一个 name， 哪一个 state name 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怪物回传指定的 state names。但我就不实做了啦，因为显然这个方式比较好，比较好。而且再实做下去会花比较多时间，我就不实做了。所以方法都可以，就是最终就是要完成。我会觉得按下去直接，我们叫 populate state data， 就是填充这个 state data。我不要再选了，因为再选我有可能选重复的，对吧？我不要再选了，我就是按下去就直接加。但是我只要调数值就好。就跟刚才这个一样，我只要去调整这个数值就好，我不要去管说，我的这个数量，而且包含我也可以检查，如果我今天移除掉的话，它就会写不正确。
所以我就可以再重新加一次，就它正确可能要26个了，这只角色可能要26个。你看它就有狙击兵的嘛 ，OK。只不过它最后加的就会放在最后面了，所以这还可以再有一些手段把它放上去，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包含我们铁路营的一些做法啦，还有包含我刚才临时想到有一个 Xplayer 的做法啊，两者都可以。但是最终不变就是你要有一个像这样子的 list 去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情，去分类啦，去分类，因为 state 其实是需要分类的。这个在很多游戏里面啊是很常见的。我看一下 ，OK， 像这一款就是它可能会把生命的排在一起，装甲的排在一起，然后武器的排在一起，技能的排在一起之类的，就是 state 其实是需要分类的啦。我指的分类就是像你在选的时候要分类，然后你在秀的时候也要分类。那如果你有分类的话，你像刚才前面讲的，你就可以用组合的方式去组合你的，你到底可以秀什么 state name。那至少对于企划来说，其实对于企划来说，他根本不要再选，他按加就是按一个按钮，可能不一定是加啦，你可能这边写一个 inline button 也可以，因为这边是可以写那个 inline button。不对，那巴掌好像会变很丑，应该是要写那个 on title bar GUI 啦，然后在那边加一个按钮，因为依赖button会在旁边多一个，这很丑，所以要用那个 on title bar GUI 的那个这个 Mesa。OK， 用 inline 有点丑，抓不到 list。好，那我们今天抓不到加上那个测试，就讲了这些，然后我们下一集就可以进到 modify。那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把它变得更漂亮吧，有机会就可以参考这个铁路营的方式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好了。因为我是直接在角色资料里面去做，那像刚才 Xplayer 的方式是直接在 State Data 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不好，因为这件事情跟角色资料比较有关，跟 State Data 没有关系。我们这也破坏了封装啊，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嘛，然后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这个 Constructor， OK， 这有机会我们再改。那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拜拜。